接着说辣妹刺客3，上次说到田坂和宫内接上大家以后就开始转移了。路上两个宝宝看着沿途的风景啊，说着想去动物园一类的话。这边呢，宫内给前田处理伤口，还好这个伤没有伤到动脉啊。那边肌肉男也说着，哎呀，光靠一身蛮力是不行之类的感慨。我说你们几个也太脆弱了吧，就被宫本和农场的杀手抢了单子，就沉沦成这样子，哎。那另外一边这个 hentai 宫本呢，一个人在处理伤口，那就是真汉子 Rainbow 啊！处理完伤后，他开始刷小白鞋，然后看上地上呢有一条田鱼，就想着拿枪对着他，一会儿又贴着镜子说自己是个 hitokoroshi， 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呢，宫本看了一会儿笑了。老实说，宫本这个角色也有点很脸谱化的这种标准日式反派，所以之前马히로吐槽的完全没有毛病啊。下一个场景呢就是农场，这些杀手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啊，然后宫本就过来，农场的负责人老头呢接待了他。大家看原片的话就能听到这里老头啊，他带着就是明显是日本乡下的那种口音，那种很吉摩多的那种方言啊，哎呀，一下子回到海女了。老头问宫本，我们的第一杀手你用的如何呢？记得给个5星好评啊。宫本说，那家伙当时挡住我的枪线，被枪打死。尼玛，你这是美军的优良传统啊！话音一落，农场众人都围了过来。但是宫本说呢，自己还想要更多的人一起，他需要能够并肩作战的战友。这一段啊，光着镜头一直怼着他脸拍啊，真的很 EVA 啊。尽管宫本很热血很中二，但是农场的老头怒了，他训斥了一番宫本说，我们都是把彼此当作家人的存在，不存在挡枪线就杀队友的行为。宫本为此道歉，他说自己一直都是独狼，不懂这些，但是老头还是不肯原谅他。农场的众人呢朝这家伙逼了过来，接下去宫本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反杀，又迅速干掉了其他人，满脸鲜血的走出来。哎妈呀，为了过审我又要拉低饱和度了。走出去以后的宫本呢，收服了农场的其他杀手，成为了他的仲間，一起杀向了目标。岔开说一句啊，这段戏对宫本的刻画，其实我觉得也是在烘托马히로和其他多，就是这名叫东村分的独行杀手，他没有同伴，没有朋友，他平时也没有一个情绪的鲜血口，也没有人来慰藉他，他就像马히로和其他多的反面。那两位宝宝女武神呢，有着彼此，所以在这个炼狱般的行业里才能保持住自我，才能卿卿我我。我在最早的一期视频里面说他们俩就是友情啊亲情啊，我觉得我错了，他们俩就是百合啊，四米马塞。我们继续啊，那边呢他们看起来像是躲在一个海边的废弃酒店里，田坂呢又开始日常抱怨，哎呀，怎么会在酒店停车场里就直接枪战了？宫内却说没事的，我们会处理的。那一会儿呢，前田和肌肉男走了，田坂靠近了，先是说了一声七，接着又改叫了其他多的姓氏山本小姐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马히로也看了他一眼。这一段我觉得是不是我想太多了？常看日剧日漫的大家都知道，日本人一般称呼对方是姓氏的，后面还得加个桑，但是直呼名字的话是关系非常非常亲近的人才可以的。那这里为什么田坂差点脱口而出叫他其他多呢？说完呢，田坂就走到其他多的身边，就开始说吃螃蟹的工具。当我和其他多都理解不能的时候，宫内开始翻译了。他说现在消沉的马히로啊，只有其他多你才能去宽慰。哎妈，磕到了，同时被他们两队人磕到了。原来辣妹刺客整个系列就是个甜剧啊。这边呢，宫内能够理解田坂，另一边呢，在他们看来，马히로和其他多才是相互彼此安慰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刚才田坂看马히로那一眼，他其实是知道马히로的消沉。而那边肌肉男和前田离开呢，是去找松浦康了。工具人松浦康这时候发挥作用了，问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呢？肌肉男说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，接下去我们要开会了，你回避一下。那边呢，田坂和宫内就离开去处理停车场的事情了。这边其他多和马히로瘫在沙发里面，开始讨论做发型的事情。其他多呢问刚过来的前田做什么发型好看呢，还要请他一起做。于是之前互相还看不爽的几个人啊就和好了。前田很别扭的感谢了两个人刚才在停车场里的救助，又为自己之前的刻薄行为说抱歉，还说自己以前中二的时候特别崇拜海一把了哀，也就是灰原哀，所以把自己搞得酷酷的，一直就是这种不合群的性格，一直保留到了现在。哎呀，等一下呀，灰原哀可是有柯南的，你有谁呀？不会就是这个肌肉男吧？总之这么看下来，你们三个都很中二啊。那边呢，马히로也自保了，说自己特别崇拜 L。总之呢，三个人的关系就变成很好了。这边呢，肌肉男看起来好孤独啊。这里呢有个小细节，前天刚道歉的时候啊，两宝宝就过去撸他头发的那一幕啊，不就是第一幕的回响啊？这一段戏真的很温馨啊。这就是仲間的魅力啊！那边呢，宫本带着小弟们坐车来了，一路上宫本还在给小弟炫耀自己的各种战绩、各种装备。小弟呢非常配合，让宫本一本满足啊。接着是一个秘密基地的空中的全景，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风景确实很好。然后肌肉男就出来透透气，哎，他这身衣服让我觉得确实有点柯南的感觉呀。因为站得高啊，肌肉男很快就看到了远处的车辆，于是他决定回去侍寝。看样子宫本他们来了至少3辆车，应该至少是15到20
人那个配置，待会我们确认一下。不过我有一点点好奇啊，你们是怎么获得秘密基地这个地方的？合理推测的话，应该是农场的人打听到的情报，毕竟农场才是本地根深蒂固的组织。随后呢，4个人开始收拾装备，借着大战前的空档啊，两个宝宝又开始谈心了。其他都看出了马希肉的欲言又止，马希肉结果开始立 flag 了，大意就是如果我死在了这场决斗里，我会在那边等你的，希望到了那边也能和你一起玩。这确实有一种今晚月色真美的感觉。但是呢，齐萨多却严肃地拒绝了这个请求。马希肉有点小失望，齐萨多再次严肃地说，你认真一点。于是马希肉鼓起勇气说，今天是我的单休比，我希望你能请我吃最贵的宫崎牛套餐。齐萨多笑着答应，并且一脸宠溺地走上前说，今天我一定会好好的宠你的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禁露出了老父亲般的微笑，太甜了。我们再放一遍。今日は溶けるぐらい甘やかしてやる。好了，buff叠满就开战了。这段动作戏挺不错的，很可惜啊，不是一镜到底，还是有一些地方在剪切的，但是效果还是很好，真的很好看。这里啊，我稍微的吐槽一下，双方啊，就是你们双方在进攻和防守之前都不知道侦查的嘛，就买一个几千块钱的无人机就好了呀。大人时代变了呀，但是说起来，之后的剧版里面他们确实用到了无人机。我们接着开战斗啊，当然有些观众吐槽啊，这些人怎么会被宝宝压制住以后就动都不会动？我想他们应该都是些单身狗杀手，所以看到这么可爱的少女 CP 大概被甜死了。总之整段戏还是很推荐大家看原片的。另外一边呢，前田和基督男的配合也不错，而宝宝两人也拿到了致命道具镰刀，这段镰刀加手枪的战斗很不错。这些动作戏要说缺点呢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，就是整个辣妹刺客的系列啊，他每次格斗时候的配音哦，尤其是身体接触时候的声音，总觉得大家穿的好像都是那种硬壳中的皮，就有很多类似于衣服摩擦的声音，同时呢没有在拳脚接触的时候配那种特别重的那种音效，所以看起来力量感不足。另外呢，就是在长镜头和快速剪辑之间的那种平衡感没有做好。现在的观众啊，看过天南地北的动作片，尤其是好莱坞那套眼花缭乱的剪辑啊，把我们口味养掉了。如果不看平时的那种排练，只看最后的成片的话，会觉得好莱坞的动作片速度感、力量感更足。这其实都是剪辑和配音的功劳。其实我们多看看好莱坞那些长镜头甚至是一镜到底的动作片啊，比如说《爱狗人士》《奇汉之城》《惊天游记》1期等等，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有舞蹈排练、套招排练那种味道的。但如果辣妹刺客在动作的剪辑上再快一点、再碎一点，景别上再近一点，你就会感觉到这是两个女版的 Jason Bourne。那怎么说呢？这就是动作导演追求的风格吧，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。隔壁板口拓还喜欢耸肩膀呢，照样有人喜欢。那这边这个肌肉男不太行啊，有点狼狈啊。大家看这一段排练的感觉就很重，基本上对手出完招就是等着肌肉男去那里拆招。虽然在动作片拍摄里面确实是这样的，大家要一起练套招，我这样过来，你要这样打或者这样躺。当然在成片里面啊，这就是全景加不剪辑的缺点。另一边呢，齐萨多没子弹，被逼到了铁桶后面。正当他准备背水一战的时候，一个弹匣丢了过来。哦，原来是傲娇的前田丢过来的。齐萨多也傲娇的说了声谢谢，两个人就开始大杀特杀。到这里为止，我数了一下，他们已经杀了超过20人了。只能说日系车的空间真的很大，很能装。但是敌人多呢，主角开无双，这才是我们看动作片的意义。爽啊！在 BOSS 战之前，起码要来个百人斩才好看。那么百人斩之后就是决战了。在肉搏格斗之前啊，双方再次开始描边了。宫本的这些数码迷彩的衣服真的好好看啊！求链接啊！这边的马希肉和齐萨多都打光了子弹，切小刀开始近战。但宫本 1v2 一点都没有处于下风啊，不愧是3部曲里的最强反派，他也拔出了匕首，双方开始兵器战。仔细看3人持刀的手势啊，宫本是传统的正手握，这个姿势的优点呢就是攻击距离略远，但缺点呢就是攻击的方式有限。齐萨多呢是反手握刀，这个姿势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捅，可以劈，也可以快速的刺，缺点呢就是更近的攻击距离。马希肉持刀的方式呢和宫本类似，但他的食指更靠前，这个姿势呢主要是用来固定匕首前刺的方向的，剩下的我编不下去，大家还是看动作戏吧。宫本被两人近身以后啊，2次都是用脚踹开了其中一人，在与另一人缠斗，他的腿功真的很厉害，这一点呢也是2个宝宝的弱势。果然齐萨多再一次被宫本一脚踢飞，暂时下线，而马希肉也被他一脚踹上，压制后不断重击，都快被打成重伤了。这时齐萨多咬牙切齿的上来锁喉，但力量不占优，眼看匕首距离马希肉喉咙
入越来越近的时候，齐泽多直接用手握住了匕首。天哪，这一幕太虐了！听到马希肉痛苦的声音，为了救下心爱之人，一直以来格斗不是强项、战斗不够凶狠的齐泽多，在这个时候暴走了。尽管右手血流不止，但他还是拼尽了全力拉开了宫本。在拉扯之时，齐泽多还给了宫本一记头锤，这一下打出了暴击。仿佛是感受到了这一幕，马希肉也复原了过来。而齐泽多则笑着对他说：“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我暂时打倒了你的心魔，你的对手，我为你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，接下去就交给你了。”然后他就昏了过去。在最终的决斗开始之前，宫本和马希肉开始了一番嘴炮。宫本说：“你是我遇到过的对手里最强的。”接着又像是想要得到对方认可一样的询问马希肉：“你心里最强的对手是谁？”但马希肉却不屑一顾，说：“我的对手不计其数，你只是其中之一。”宫本不死心，又问他：“那你最享受、最开心的对决是谁？”马希肉说：“我记得他们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俩叫什么。”他说的就是第二部里那对难兄难弟。最后嘴炮结束，两人互报姓名后，决斗开始。战斗一开始呢，马希肉几度处于了下风，但是宫本你来凑片场，这可是腊梅刺客的主场啊！最终叠满了 buff 的马希肉头顶的刺条正在燃烧，不屈的女武人开始反击，他故技重施，眼看着头锤落空，但是下一秒马希肉的铁膝跟上，宫本被打倒在地。这一次的宫本仿佛丧失了斗志，开始说些有的没的。他主要的内容我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就是我好羡慕你啊，你有一个可以生死与共的那干嘛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宫本说完以后起身要去坚强，这时候马希肉拿出了那块手帕，像片头的宫本一样，他把生与死的选择还给了宫本。宫本没有接过手帕，下一秒腊梅刺客三部曲最惨的决斗结束了，最强的反派合翻了，而马希肉则一步一步的走到了齐萨多的面前。正当他充满担心的时候，齐萨多满血复活。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，齐萨多握着刀刃的手，甚至还得靠马希肉的帮助才能松开，真的是切肤之爱啊！两个人相互搀扶着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今晚就去吃烤肉。”而另一边，肌肉男和前田处决了松浦刚，整个任务宣告结束。关于松浦刚还有一个细节啊，协会接他的单子原因是他侵吞了客户的款项，而宫本那边接他的单子是大学生父母为网暴的孩子报仇。这背后的差异呢，我们就不过度脑洞，留到剧版里面再说。其实电影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，但还是加了一段文戏，是烤肉大餐。可惜啊，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单独约会，反而像是下班后的同事聚会。肌肉男、前田、田坂之内都来了，6个人点了5杯秘鲁。那个不喝酒的人当然是那个健身狂魔肌肉男了。在开饭前，前田让马希肉来一个发言，但是马希肉毕竟是个社恐啊，他在这个时候就紧张无语，坐立不安。于是齐萨多一声干杯，为他结尾，大家开始吃肉，一边开始吐槽一些有的没的。这里看齐萨多吃肉的演绎啊，真的是好夸张啊！这边前田解放了他2次元宅女的属性，一直在和齐萨多吐槽的一些漫画，吃到最后几个人都趴下了。然后齐萨多却走开了。此时片头递给宫本手帕的那个小男孩又出现，这一幕我是无法阅读理解了。齐萨多神神秘秘的回来了，他从背后拿出了2块蛋糕为马希肉庆祝生日。接下去这一幕真的让我感动，大家一起看原片。两个人吃了蛋糕的这一幕让我想起了第一部的结果，果然杀人结束就是要吃蛋糕，真的太甜了，甜度爆表啊！最后的最后，深深的感慨，活着真好。那么辣妹刺客这个系列就只剩下剧版了。ケーキ屋さんに行って買ってきました。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来ててよかったよ。ん？生きててよかったよ。佐藤。生きててよかった。お箸でいいかな。左、このね、端から行こう。よし。せーの。生きててよかった。生きててよかった。生きててよかった。うまーい。
もう、やってみたいことがあったんだけど。言っていい？うん、いいよ。